Hello， 歡迎來到雷霆 Lab， 讓觀察帶電，讓觀點發光。我是婷。在過去的20多年裡，Lululemon 完成了一次近乎教科書級別的成長路徑，從加拿大溫哥華的一家小型瑜伽服飾工作室，長成了營收突破100億美元的全球運動生活方式公司。但從2023年開始，這個看起來只漲不跌的高端瑜伽褲神話增長在放緩，被批評失去酷感，股價從500美元高位一路跌到了200美元出頭，市值幾乎腰斬。2025年12月 ，Lululemon CEO Calvin McDonald 宣布將於次年1月卸任，宣告一個階段的結束，也意味着品牌即將進入新的戰略週期。今天的 Lululemon 站在了一個典型的十字路口，是繼續追求規模與效率，還是回到產品與品牌初心？ Lululemon 從瑜伽房裡長出來的服飾品牌。Lululemon 的誕生要從一堂瑜伽課開始講起。1998年，在加拿大溫哥華 ，Chip Wilson 正在上一堂瑜伽課，他坐在教室後排，一邊練動作，一邊觀察身邊的人。那是一群都市女性，剛下班，穿着緊身褲和運動服來上課。她發現她們穿的褲子要麼太厚太悶，流汗就貼在身上，要麼功能不錯，但穿出去逛街不好看。而這群人下完課並不會直接回家，還會去咖啡館去見朋友，繼續融入自己的生活。就在那一刻 ，Chip Wilson 意識到，他們需要一條既能在瑜伽房裡運動，又能走上街穿着體面自信的褲子。而整個市場卻還沒有人認真在做這件事。於是他租了一間不大的房間，白天是工作室，晚上是瑜伽房。白天他和团隊打樣、試布料、改版型，晚上瑜伽老師和學員在同一空間裡上課。一開始就讓品牌和瑜伽老師加學員圈子綁定在一起。門店開起來之後 ，Chip Wilson 又做了一個特別的決定。他把門店變成了一間社區客廳，除了賣貨，這裡還可以上免費瑜伽課。店員多半是健身愛好者，顧客在店裡上課、社交、認識朋友。品牌真正的增長飛輪也從這裡誕生。教練穿，學員跟着買，社群自然擴散，城市一座一座滲透。從一開始 ，Lululemon 就不是一條更貴的瑜伽褲，它賣的是一種感覺。當你穿上它的時候，你會感覺舒適、自信、自律。更接近那個理想中的自己。擴張之路，從瑜伽褲到100億美元公司。2020年 ，Lululemon 第一家真正意義上的门店在溫哥華開業。從那時起，它便一路飛升。2004到2006年 ，Lululemon 走出加拿大，進入美國、澳大利亞等市場。2007年，在納斯達克與多倫多證券交易所同步上市。2014年營收達到18億美元，2024年營收增長至105億美元，2025年突破110億。除此之外，毛利率常年在50%以上，淨利率約15%到16%，資產收益率約20%。這意味着 Lululemon 是一個高溢價、高效率的優質品牌資產。2018年8月起 ，Calvin McDonald 擔任 Lululemon 的首席執行官。Calvin 擁有多倫多大學商學院背景及西安大略大學 MBA， 來自傳統零售體系，具有豐富的運營和品牌擴張經驗。Calvin 加入時 ，Lululemon 正處於一個轉型擴張的關鍵節點。他在任內推動公司向更廣的運動類別擴展，如跑步、高爾夫訓練等，不再局限於瑜伽與單一褲裝爆款。他還依托在零售與電子商務方面的經驗，推動 Lulu 在電商、數字化客戶體驗和全渠道運營方面的成熟和整合，並且強化了中國、歐洲等國際市場的增長路線，使 Lululemon 在美國之外實現更高的增速。Calvin 在任的7年裡 ，Lululemon 的年收入翻了3倍，突破100億美元，這是 Lululemon 有史以來最強的持續增長階段之一。高光到拐點 ，Lululemon 的十字路口。從2023年之後 ，Lululemon 的故事就沒有那麼順暢了。2023年，借助後疫情時代人們對運動瑜伽的熱情 ，Lululemon 的股價衝上了500美元的歷史高位。但之後的2年便逐年下跌，到2025年底已來到了200到210美元區間。3年內股價整體跌幅約50%，明顯跑輸大盤。
業務上表面上看起來還在增長，但美洲尤其是美國市场出现了增速疲軟甚至下滑。中国等国際市場雖然表現亮眼，但難以完全對沖北美的壓力。同時，公司因關稅、成本、消費環境變化，下調了全年營收與利潤指引，市場對其高增長故事開始打問號。從2025年中開始，創始人 Trip Wilson 就多次在公開場合表示對 CEO Calvin 和董事會戰略的不滿，稱在 Calvin 帶領下 ，Lululemon 品牌失去酷感，變得過於大眾化，管理層太看重財務指標、短期利潤與暢銷算法，忽視產品創新、品牌獨特性與創意人才的吸引與留存。Lululemon 正在朝着大眾運動休閒品牌方向滑去。此外 ，Elliott Management 等激進投資機構買入 Lululemon 大量股份，並推動董事會和管理層調整，希望通過換帥與戰略優化，重新點燃增長故事。多重力量的博弈下 ，Calvin 宣布將於2026年1月卸任 CEO， 董事會啟動 CEO 繼任與戰略重啟 ，Trip Wilson 發起代理權戰，資本與創始人都想影響下一步走向。增長路線衝突不是 Lululemon 一家的難題。Lululemon 現在經歷的是，放在全球服飾品牌歷史裡看，並不是一個孤立事件，而是一個非常典型的階段性問題。創始人關心的是產品、風格、靈魂、差異化，而職業經理人關心的是規模、效率、可複製性和財務表現。當一個品牌從高速成長期邁入成熟期，這兩種邏輯幾乎必然會產生結構性衝突。而越是依賴創意和差異化生存的品牌，如奢侈品、高端運動、設計品牌，就越容易在擴張時遇到這樣的問題。當管理層不斷被問我們還能增長多久，還能增長多快，最容易做的幾件事是：一、擴產品線，也就是增加更多的產品類別，不單做運動服，還要做運動鞋、運動包，甚至休閒服。二、擴人群，不僅服務核心圈層的瑜伽人群，而是邁向大眾。三、擴價格帶，從高端下沉到中低端。短期看規模上去了，長期看品牌調性被稀釋，老用戶不再感到特別，而新用戶只把你當作還不錯的功能服飾，而不是身份符號。這就是 Trip Wilson 口中的 gap 化風險。衝突的根本在於，創意是排他的，有鋒利邊界的。當一個品牌變成國民品牌，它會天然地走向中庸，難以維持鋒利審美。為了考慮大多數人，犧牲喜歡你最深的那一部分人。所以你會看到不少品牌在擴張後，核心圈層基礎動搖，不得不重新請回創意總監、品牌顧問，甚至創始人本身，就是為了找回那一點最早的鋒利。未來路徑 ，Lululemon 會走向哪裡？參照過往其他品牌面臨出新和擴張衝突時採取的不同策略， Lululemon 現在面對的有3條不同的路徑。路徑一，繼續規模化擴張邏輯。如果採取這一路徑， Lululemon 將更積極地擴張國際市場和渠道，拉寬價格帶，從更高端到更親民，增加品類，覆蓋更多的細分場景，有更多的活動和折扣。這種策略在短期內會讓公司收入好看，增長更穩定，股價回升。但中長期的風險是，品牌辨識度變弱，議價能力下滑，品牌從身份象徵變成功能服飾。路徑二，回歸核心護城河和高端定位。這一路徑將傾向於收斂產品線，提升產品與技術敘事，守住品牌的身份價值。選擇這條路徑，從賬面上短期的增長也許會不那麼好看，但品牌忠誠度、產品溢價和複購都有望增強。長期如果現金流穩定，可能會被市場重新定位為高質量消費資產。路徑三，創新轉型，品牌再敘事。還有一條路是風險和收益都更高的，就是在技術面料、智能穿戴、專業運動性上加大研發，把鞋類、專業運動線做成第二增長曲線，甚至向內容、數字社區、在線健身體驗擴展，做一個品牌加內容加社區的生態。成功的話，品牌会獲得新的增長故事，估值會出現想象力溢價，用戶心中的 Lululemon 不只是瑜伽褲，而是一個更完整的運動生活系統，
但失敗的話，代價也是巨大的，因為這條路徑資本開支巨大，組織複雜度上升，品牌焦點被削弱，這是典型的槓鈴型風險，要麼特別好，要麼特別疼。最後一問，你希望 Lululemon 變成什麼樣？現實世界裡 ，Lululemon 很可能不會一條路走到黑，而是以守住護城河為主線，配合有限度的規模擴張，再加上一些可控範圍內的創新嘗試。但無論董事會、創始人、投資人怎麼博弈，真正決定 Lululemon 未來樣貌的還有一群人，就是你這樣的用戶和粉絲。你是不是還願意為那種自律、精緻、好狀態的感覺買單？你會不會因為它越打折越像別的牌子而對它失去興趣？你更在乎的是價格、功能，還是它代表的那種生活方式？你心中的 Lululemon 應該是什麼樣？歡迎在評論區說說你的想法，這也許是品牌接下來幾年裡最應該認真聽的問題。讓觀察帶電，讓觀點發光。這裡是雷霆 Lab，那我們下次再見。